各位好，我是 Revision Lab 收诊所的阿修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们影片，记得先点击下方订阅按钮，再打开旁边小铃铛，这样每次有新影片你都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。也帮我按个赞，让 YouTube 知道你喜欢这种类型的内容，谢谢大家。我们现在正式开始哦。好，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东西，它可能就在你书桌上，或是你每天戴的耳机里。一个我们习以为常到不行，甚至有点忽略它的东西——扩音器，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喇叭。你可能会想说，不就是个喇叭吗？有什么好讲的？但你可能不知道，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小东西，在过去100年里，竟然同时扮演了2种截然不同，甚至是完全对立的角色。一个是集权统治者的权杖，另一个却是人民追求自由解放的号角。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 OK， 我们直接来看这2句话，感受一下这个强烈的冲突感。左边这句据说是希特勒讲的，没有扩音器，我们永远无法征服德国。你看，扩音器在这里是一个征服的工具，是权力的延伸，语气是那种冰冷、绝对、不容置疑的。但你再看右边，这是一句牙买加很流行的俗谚，唯一的好系统就是音响系统。The only good system is a sound system。 哇，完全不一样的感觉。在这里，扩音器或者说他们口中的 sound system 是人民的喜悦，是社群的连结，甚至是文化认同的核心。它是充满生命力、充满热情的。同一种技术，怎么会有这么天差地远的2种面貌？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一层一层拆解的核心问题。要搞懂这2种极端的应用，我们得先做个时光旅行，回到源头，看看这项技术本身是怎么来的。这趟旅程可以说是从人类最原始的听觉器官耳朵，一路走到可以撼动整个国家的电子巨响。这个进化的过程真的非常有趣。这一切的关键技术突破，其实是这个概念，叫做声电转换 （transduction）。听起来好像很学术，对吧？但其实原理很简单，简单说就是把看不见摸不着的电讯号转换成我们耳朵听得到的声波。这个在20世纪初由凯洛格跟莱斯发明的动圈式喇叭，可以说是现代世界的基础建设之一。你仔细想想，从你手机的震动提醒，你耳机里的流行音乐，到电影院里那种会让你椅子震动的音效，背后全都是这个原理在运作。它让声音第一次可以被大量复制、被放大，而且传播到人类前所未有的远方。接下来这一点超级重要，我们要先建立一个核心概念，这也是理解今天所有内容的钥匙，叫做技术组装 （technical assemblage）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意思就是说，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科技是单独存在的。一个喇叭它自己是没用的，对吧？它需要音源，需要扩大机，需要电线，需要稳定的电力，但更重要的是，它需要人去操作它，去聆听它。这就像你手上的那只 iPhone， 如果今天没有 App Store， 没有4G 网路，没有充电器，甚至没有想要用它来滑脸书、看影片的你，那它就只是一块很贵的玻璃砖，一点用都没有。所有这些东西加总在一起，才构成我们所认识的 iPhone 体验。这就叫做技术组装。我们用一个最常见的 PA 系统，也就是公开广播系统来当做例子。你看，这是一个完整的链条。首先要有音源，像是我现在说话的声音，接着讯号会经过前级处理和后级放大，最后才有喇叭发出声音。但重点是第5步跟第6步，这也是最常被忽略的。第5步，听众，你现在的表情、你的反应，甚至你觉得无聊开始滑手机，这些全都是回馈，会反过来影响台上说话的人。所以你也是这个系统的一部分。最后一步是我们所在的空间，这个房间的大小、材质、形状都会决定你最终听到的声音。这整个加起来才算是一个完整的技术组装。重点来了，当我们理解了技术组装这个概念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来看扩音器的第1张脸孔，作为权力工具，由上而下的进行控制。我们来看看国家机器是如何巧妙地把声音变成一种无形的武器。
说到用声音来进行思想控制，纳粹德国绝对是历史上的先驱。他们当时喊出这个口号，全德国都用人民收音机聆听元首。你要知道啊，在那个没有电视、没有网络的年代，声音是唯一能同时触及百万人的即时媒介。纳粹政府做的就是利用全国性的广播跟公共扩音系统，把整个德国打造成一个巨大的国家级声学共鸣室。在这个巨大的共鸣室里，你几乎只听得到一种声音，就是元首的声音。扩音器让一个人的声音可以像上帝一样无所不在。那他们具体是怎么做到呢？答案就是透过这台叫做人民收音机 V301 的设备。这台收音机被大量制造，用非常非常便宜的价格卖给德国家庭，确保家家户户都有一台。这台机器让希特勒的声音可以穿透墙壁，直接进入每个家庭最私密的空间——客厅。他不需要亲自到你家，他的权力就已经透过这个小小的木盒子渗透到国家的每一个角落。所以这台机器本身，而不只是它播放的内容，变成了一个符号，它就像是希特勒的技术分身，进驻到每一个德国家户之中。更有趣的是，这种由上而下的控制模式有它自己独特的声音特征。你看这个图表，当时的工程师可以说是偏心的非常明显，他们把所有的技术资源几乎都灌在中间这个人声的频段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的目标从来就不是要让你听得爽，而是要让你听得清楚。他们要确保领袖的每一个字都能清晰地传到你耳里。至于能让你身体跟着摇摆的重低音 bass， 或是悦耳清亮的高音，不好意思，那完全不是重点。从这里你就能看到，技术从来就不是中立的，它的设计本身就反映了背后的意识形态。这种把声音当作武器的例子，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。在冷战时期，台湾海峡两岸就上演了一场长达数十年的声音战争。声音在这里不再是无形的，它变成了一种可以跨越海峡、占领对方领空，甚至入侵对方心里的实体武器。这是一场没有硝烟，却又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的战争。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，就是金门的这座北山播音墙。你看这个规模，48个巨大的蜂巢式喇叭，声音最远可以传到25公里远，直接覆盖对岸的厦门。这真的很难想象吧？而最讽刺的是，当时被用来当作心战武器的，竟然是邓丽君那样甜美温柔的歌声。同一个声音，在台湾的唱片行里是抚慰人心的情歌，但在金门前线这个特殊的技术组装里，它却被转化成穿透人心的心战武器。这就完美的体现了一个技术组装是如何彻底改变事物的本质。好，看完了权力如何由上而下地使用声音，接下来我们要搭飞机到地球的另一端，加勒比海的牙买加，来看看它的完全反面。在这里，同样的核心技术却被民间由下而上地的挪用改造，变成了追求社群连结、身体愉悦和文化解放的工具。这就是贝斯文化的诞生。这背后有一个非常惊人，甚至有点魔幻的历史连结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不少牙买加人加入了英国皇家空军 RAF， 他们在那里学会了当时最先进的电子工程技术，像是声呐、无线电路、高功率扩音系统等等。战争结束后，他们带着这些军事等级的技能回到了家乡。你没听错，原本是用来侦测潜水艇、用来进行军事通讯的技术，现在被这群退伍军人拿来搞户外派对。这可以说是史上最和平也最酷的军事技术转移了。我们再来直接比较一次这两种声音的哲学。左边，国家宣传系统是让你立正站好，用你的耳朵去聆听的声音，它的目标是控制你的大脑。但右边，牙买加的音响系统是让你放下所有束缚，用你的整个身体去感受的声音，它的目标是解放你的身体。一个诉诸理性，一个诉诸感性，同样是扩音器，背后的哲学却是天差地远。
这场由下而上的声音革命背后，有一个关键的英雄人物，叫做赫德利·琼兹 （Haley Jones）。他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位前皇家空军的声纳技师。他的天才之处在于，他敏锐地察觉到，人们在派对里要的根本不是听得清楚的声音，而是那种能撼动心脏，让身体不由自主跟着动的声音。所以他运用他学到的军事知识，去服务一个完全相反的目标，不是命令，而是愉悦。他特别设计出可以重现80赫兹以下超低频的扩大机，这是一般用来讲话的 PA 系统完全做不到的。他可以说是 Bass 文化之父。这种音响文化创造了一个速度快到不可思议的创新循环，这就像是一个现场版的 A/B test， 工程师打造出最猛的音响，然后 DJ 就像是产品经理，在派对上播放最新的音乐，舞池就是市场，群众的反应，谁跳得最嗨，谁的尖叫声最大，就是最直接的数据回馈。今天晚上哪一首歌最炸，制作人可能明天早上就在录音室里做出进化版了。这个超紧密的即时回馈循环，直接催生了许多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全新音乐类型。你可能会很惊讶，这个加勒比海小岛的声音创新对全世界流行音乐的影响有多大。Ska、雷鬼、Reggae、Dub 基本上就是现代混音 Mimix 的始祖，还有舞曲 Dancehall， 甚至连我们熟悉的嘻哈文化都跟这个传统有着直接的血缘关系。早期嘻哈的4大元素之一 DJ就是从牙买加移民带到纽约的，所以我们今天在 Spotify 上听到的各种 remix 版本，嘻哈音乐里的 DJ 刷盘，电音派对里的重低音文化，追本溯源，他们的 DNA 里都流着来自牙买加音响系统的血液。我们继续看下去，听到这里，你可能会觉得纳粹的喇叭跟牙买加的音响根本就是光谱的两端，完全对立。但接下来你会发现一个更有趣的点。这两套看似水火不容的系统，竟然都必须面对同一个对手，或者更准确地说，是同一个伙伴，那就是大自然。我们用这张表来比较一下，你看，无论是金门的军事喊话要把声音传过25公里的海峡，还是牙买加的户外派对想让音乐充满整个山谷，他们都必须面对大自然的挑战。这告诉我们一件非常深刻的事，科技再怎么强大，都无法完全征服自然。你最终必须学会跟它对话，跟它合作。金门的播音员要学会顺着风向说话，牙买加的 DJ 则巧妙地利用山谷当作天然的回音墙。所以，大自然从来都不是被动的背景，它也是这个技术组装里面一个非常活跃的成员。这种人与自然的融合，在牙买加的深井 Soundscape 中尤其明显。你可以想象一下那个画面，山谷底下是人造的、低沉的、规律的 bass 在震动你的胸口，而在你耳边，在山丘上，是自然的、高亢的、随机的蛙鸣。这两种声音没有在打架，它们反而交织成一首独一无二的、属于那个夜晚的交响乐。科技在这里找到了与自然共存甚至共舞的方式。好，我们简单整理一下刚刚的内容。我们从一个简单的喇叭开始，看到了它如何戴上2张完全不同的面具。一张是权力的面具，由上而下的进行控制；另一张是解放的面具，由下而上的创造连结。最后还发现，无论他戴上哪一张面具，他都得学会跟大自然共舞。所以绕了一大圈，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：扩音器它本质上到底是善还是恶？是打造集中营的工具，还是连结社群的工具？这个问题的答案，其实就是我们这趟旅程最终的启示。答案是都不是。科技本身是中性的，或者说是暧昧不明的 ambivalent。
它就像一把锤子，你可以拿来盖一栋温暖的房子，也可以拿来伤人。真正决定它意义的，从来就不是技术本身，而是使用它的人，以及它所处的整个技术组装，包含了脉络、环境以及社群。是人，是我们赋予了科技灵魂，无论那个灵魂是邪恶的还是自由的。最后，我想用这句话来作为今天这趟思考旅程的结尾。音响系统不只是在对着人们播放音乐，它也是在与这座岛屿本身一起演奏。这句话真的非常美，它完美地概括了科技、人性与环境三者融合的最高境界。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。第一，请记住技术组装这个强大的分析概念，没有任何科技是活在真空中的。第二，同样的技术可以被用来控制，也可以被用来连接，关键在于使用者的意图和整个系统的设计。第三，科技的最终极意义或许不是去征服世界，而是学会如何与这个世界共鸣。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，如果你觉得这集有帮助，记得马上点赞、订阅加开启小铃铛。我们正在冲订阅，需要你的支持。我是阿修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